BOO、BTI、BT 的討論這幾年一直炒得很熱，你一定常常看到說 BOO 報酬最好， BTI 才是真正全市場，有人堅持 BT 才是最分散最安心的退休組合，每項意見都看似很合理，但對很多人來說這也造成一個問題，選這三檔真的有差別嗎？選錯了會不會怎樣？老實說，我剛開始定期定額的時候也曾被這個問題困擾過，但我後來發現了一個事實，是很少專家跟你提到過的。所以今天我就要破解這個迷思，投資 BOO、BTI、BT 真的會有很大的區別嗎？真正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麼？如果要讓我們的獲利最大化，又有哪3件事情是我們一定要做的？這些問題我都會一一幫你拆解。影片開始前，請先幫我點讚，然後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，把影片推散出去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，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。另外，我的會員跟超級感謝也開通了，如果有能力也覺得我做的還不錯的話，歡迎加入頻道會員跟小額贊助，每個月會有固定深入探討的影片哦。歡迎回來，我是 Al， 這裡每周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，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。看了這麼多的相關討論，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，這樣的討論有意義嗎？對新手來說，這些資訊不但沒有減少焦慮，反而讓焦慮變得更大。你可能會覺得，只要選錯，那就是少賺好幾百萬的差距。你可能會覺得自己負擔不起這種錯誤，甚至因為害怕選錯，乾脆一直不敢開始。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投資，而是被資訊嚇到，覺得做錯選擇會毀掉自己的財務未來。尤其是剛開始投資的人，越是缺乏經驗，越會把挑對標的想得太重要，仿佛只要選錯那一檔，就再也追不上別人。仿佛 ETF 之間的細微差距，會像蝴蝶效應一樣，決定10年後、20年後的財務命運。市場也很喜歡強化這種焦慮。每隔一段時間，就有人發出新的比較圖、績效回測、統計數字、回顧報酬，把這3檔 ETF 的差異放大成一種選錯人生就結束的警告。但真正的問題不是這些數據本身，而是大家過度相信數據會替自己做決定。我們看着那些差距，心裡會忍不住放大。BOO 最近10年漲比較多，所以是不是我一定要買它？ BTI 涵蓋整個美國市場，是不是更安全？ BT 有整個世界，是不是比較適合做退休？你看着看着，會有一種我一定要挑到第一名的壓力。當你被這種選錯就完蛋的焦慮拉着走，你會開始相信選 ETF 是投資裡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曾經因為擔心選錯而猶豫、遲疑、徘徊，請放心，你不是一個人，我以前也是這樣。這是大部分人在投資初期共同會掉進的心理陷阱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曾經或是正在經歷這種困擾，請簡單留言困擾，因為接下來我要帶你了解這股焦慮的症結點在哪。了解焦慮的源頭，把問題解開之後，你才有辦法真正開始走上自己的投資之路。所以回到第一段問的問題，這樣的比較有意義嗎？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意義，因為這只是徒增我們的焦慮而已。事實上，這會困擾着這麼多人，我認為在於3個症結點。第一個症結點，報酬差異其實沒你以為的大。很多人在投資的第一步卡關，就是因為太怕選錯。他們看着 BOO、BTI、BT 各種文章比較、回測圖表、年化報酬分析，越看越焦慮，越看越覺得自己只要挑錯一檔，未來可能會少賺幾十萬甚至幾百萬。這種不安是可以理解的，畢竟沒有人希望自己做錯決定，沒有誰想因為一開始的選擇就替未來的努力買下隱患。但現實往往不像你想的那麼誇張。如果你把3檔 ETF 拉到足夠長的時間軸來看，他們的差距其實小到超乎你的想象。BOO 代表的是美國大型企業， BTI 則涵蓋整個美國市場， BTI 更是包括全球。聽起來範圍很不一樣，性質也不太一樣，但他們背後都有同樣的底層邏輯，跟着世界經濟長期上升。也就是說，只要世界沒有停止發展，企業沒有集體倒閉，科技沒有突然倒退，這3檔長期都會向上，只是在速度上略微不同。可是這種略而不同，不是外界渲染的天差地遠，年化相差 5% 到 1% 左右，這個差距遠不到選錯就毀掉人生的程度，它甚至不足以決定你的財務命運。反而真正的拉出巨大差距的是你每年投入多少。如果一個人年投12萬，
另一個人年投20萬，他們之間的結果差距永遠遠大於你那差 0.5 或 1% 的報酬率。如果有人能穩定投資15年，另一個人只投7年就停扣了，無論他挑的是哪一檔 ETF， 結果都看得出高下。很多人以為 ETF 報酬是最重要的，但事實剛好相反。影響你財務的不是報酬率本身，而是你能不能持續投入，以及你投入的夠不夠多。但大部分新手卻把所有注意力都花在研究3檔 ETF 的細微差異，看報表、看年化、看 Sharpe Ratio、看綜合比較，每個細節都要想得非常透徹，最後因為害怕選錯，反而遲遲不敢真的投入。諷刺的是，人生真正的財務創舉，往往不是選擇造成的，而是沒有開始造成的。ETF 的差異只佔整體結果的一小部分，而你投入的金額與時間，才是那個真正會改變人生的大部分。與其擔心選錯，不如先讓自己開始；與其花半年比較，不如花5年累積。選哪一檔沒有你想象的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什麼時候開始，以及你能不能走得久。第二個症結點，人性比報酬更關鍵。很多人以為投資的關鍵在於選到報酬最好的那一檔 ETF， 但真正讓大部分人失敗的原因，從來不是選錯，而是人心撐不住。你會發現市場上最常見的投資錯誤，不是買錯標的，而是在情緒的拉扯下做出或者停止那些看似合理，但長期卻讓人錯過複利力量的決定。例如市場一跌，你會開始害怕，看到賬上資產減少，你會本能的想保護自己，是不是應該先停扣？是不是燈應該穩一點再繼續？會不會再跌下去？這些想法都聽起來很合邏輯，但事實上他們會直接扼殺你的長期績效。而當市場大漲時，你其實也未必放心。你可能會想，現在買是不是太高？是不是快要反轉？是不是等回檔再說？結果市場一直漲，一直漲，而你一直等，一直等，最後等到的只有又錯過了。這種心理循環非常真實，也非常普遍，幾乎所有新手投資人都會遇到，甚至老手只要不留意，也會陷入同樣的陷阱。更現實的是，許多人不是在跌的時候停扣，就是在漲的時候不敢買，然後在中間某個時刻突然覺得是不是該換一檔，於是開始換來換去，但越換越亂，越換越焦慮，越換越沒信心。最終的結果不是報酬差，而是紀律斷掉。堅持不下去，比選錯 ETF 更常見，也更致命。因為選錯頂多讓你少賺一點點，但堅持不下去，會讓你錯過整段市場上漲的好日子。而且你會發現一件很諷刺的事情，越是害怕選錯的人，越容易在情緒因為關鍵時刻停扣或退場，反而真正錯過了複利本來可以帶給他的成果。不少人以為自己投資失敗是因為資訊不夠、技巧不夠、研究不夠，但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自己很難在情緒波動中保持穩定，而這不是誰的錯，這只是人性。投資的路上最大的敵人不是市場，而是你自己的恐懼、焦慮、猶豫以及過度思考。真正的累積財富的人，不是情緒最不穩定的那一群，也不是最聰明、最厲害的那一群，而是那些能在情緒來襲時仍選擇繼續投入的人。人性永遠不會消失，市場波動永遠不會停止，但即便是這樣，你仍然可以用紀律、用習慣、有固定的節奏，一點一滴的把情緒的力量降低，讓自己的投資能走得更遠。ETF 本身不會毀掉你的財務，但你的情緒有可能會。最後一個症結點，現實生活才是最大變數。投資模型裡的世界很簡單，每個月投入固定金額，報酬穩定，人生沒有意外。但真實生活永遠不是這樣。大多數人之所以難以長期投入，不是因為選錯 ETF， 而是因為生活本身就充滿不確定。你的收入可能不穩定，今年加薪，明年卻被凍漲。你可能原本每月能存1萬，但房租調漲後只剩5000。你可能某一年突然需要一筆大額醫療費，或家裡有人需要你支援，這些情況都不會出現在投資推算裡。支出也會隨着年紀增加。年輕時只有自己的生活費，但到某個年紀後，你開始需要照顧家庭，分擔家裡開銷，甚至要為父母、孩子、房貸準備。生活的壓力一層層疊上來，就會擠壓你的可投資金額。真正阻止多數人累積財富的，不是市場，而是這些現實的變數。而這些變數沒有對錯，它們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也正因如此，你才更需要一個即便生活混亂也能堅持下去的投資方式。不用太複雜，也不用太刺激，只要簡單可持續就足夠了。
投資不是跟市場比輸贏，而是要找到一套能陪你走完整個人生的節奏。如果你的策略無法穿越生活的起伏，那它再高報酬也毫無意義。能讓你一直走下去的，才是真正有效的投資方式。ETF 之間的差異只佔 10%， 你能不能堅持佔 90%。投資世界裡，大家最容易放大的是差異。VO 跟 VTI 哪個報酬率高？ VTI 和 VT 哪個比較分散？哪一檔才是最完美、最不會犯錯的選擇？這些問題看似重要，但它們對於你財務未來的影響其實有限。在真正長期的制度上，3檔 ETF 的差別並不會大到改寫你的人生，反而真正能決定你10年後站在哪裡的是你能不能穩定投入，能不能走得夠久。你挑做 ETF， 頂多讓你的報酬少1%，但如果你在市場跌時不敢買，漲時又猶豫，甚至因為害怕而遲遲不開始，這些行為會讓你少的不是1%，而是整段複利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很能認同這3段症結點，甚至是你正在經歷的話，請簡單留言卡住。而接下來，我要來分享你該做到的3件事，這些都遠比選擇哪一檔還要更重要。當我們知道選擇哪一檔報酬比較好，並不是投資成功最大的重點，那麼接下來這3件事是你現在應該就要做的。第一件事，選你抱得住的1檔或2檔。投資之所以讓人焦慮，往往不是因為難，而是因為大家把選的標的看得太重。但真正重要的，從來不是你選哪一檔，而是你能不能抱得住它。VO、VTI、VT 這3檔 ETF 本質上都非常穩健，都是世界級的長期投資工具。你選到哪一檔都不會讓你的人生偏離太多。可是如果你選了一檔你抱不住的 ETF， 那故事就完全不一樣了。很多人以為自己會被報酬打敗，但其實打敗人的是心態。市場一跌就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，市場一漲又擔心自己是不是買太高，看到別人說 VTI 比 VOO 全面又開始心動，看到有人推薦 VT 全球更分散又開始猶豫。你以為在挑 ETF， 但其實你在挑的是能不能接受這場 ETF 的波動與特性。真正適合你的那一檔不一定是報酬最高的，而是你能在市場好與壞時都願意繼續買下去的那一檔，是你不需要每天盯着價格也能睡着着的那一檔，是你跌了也願意等，漲了也願意抱，累的時候也不想換掉的那一檔。投資不是衝刺，而是長跑。長跑該挑的不是最快的跑鞋，而是你穿得最順、最不容易起水泡、最能跑完全程的鞋子。你挑的 ETF 也是一樣，選你抱得住的1檔或2檔，選你願意在未來10年、20年持續買下去的標的，選你信任、理解，也能跟他一起走過波動的標的。只要你能做到這一點，你就已經走在大部分投資人的前面了。第二件事，建立可以持續10年以上的投入方式。在投資這條路上，真正拉開財富差距的，不是某一年報酬特別高，也不是你抓到一次完美的買點，而是你能不能維持一個節奏，讓自己持續投入10年、15年，甚至更久。而這個節奏越簡單越有效。大多數人失敗不是因為投資方法太差，而是因為方法太難、太複雜、太需要靠意志力。一個需要你天天盯盤的方法，你撐不久；一個需要你根據情緒調整的方法，你會越走越軟。真正能走長期的是那種不需要花力氣就能自然持續的方式。最簡單也最有效的做法，就是設定一個固定扣款金額。這筆錢不必多到很痛苦，但必須穩到你不會想停。它不應該是你每個月剩下來的錢，而是你每個月先留下來的錢。這筆錢代表的是你對未來的承諾，而不是對市场的賭注。更重要的是，當你的薪水提高，扣款也應該跟着提高。如果今年加薪2000，你就把定期定額提高2000。如果獎金比較多，你就把這筆錢一部分全拿來加碼。這不僅能加快你的累積速度，也能讓你的投資習慣隨着人生成長而同步升級。投資最怕的不是跌，而是停。而避免停下來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讓投資變成一種生活習慣，而不是一種壓力。就像刷牙、洗澡、繳房租一樣，是你每個月理所當然會做的事情。當投資變成生活的一部分，它就不會再被情緒打擾，也不會在你忙碌的時候被忽略。你不需要每天盯盤，也不需要每次跌了就懷疑人生，你只需要讓扣款自動扣、自動投、自動前進。10年後你會發現，投資不是靠聰明贏，而是靠習慣贏。真正累積出資產的人，都是那些能用最穩定的方式，
一次又一次的把投資放進生活裡的人。第三件事，專注在投多久，而不是報酬率差多少。投資世界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現實，時間永遠比選擇更重要。很多人花大量心力比較 ETF 的差別，糾結 VOO 比 VTI 高一點， VTI 比 VT 更全面， VT 比 VOO 更分散。他們擔心只要選不好，未來就會落後別人一大截。但真正拉開差距的從來不是這些細節，而是你能不能長期待在市場裡。如果兩個人一起開始投資，一個人只撐了5年，3天2頭提扣，甚至中途退場；另一個人投資15年，不頻繁換標的，不受情緒干擾，只是默默扣款，默默投入。10年後，不管他們選的是哪一檔 ETF， 結果都會是一面倒的差距。投5年和投15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。前者會在市場低潮時感到焦慮，在市場上漲時覺得自己永遠少一步；後者則會因為長期資產的累積，開始擁有安全感、底氣，甚至選擇權。這並不是因為第二個人選到更好的 ETF， 純粹是因為他多了10年的時間。10年看似不長，但在複利的時間裡卻能創造巨大的差異。ETF 報酬差1%不會毀掉你，但如果你因為擔心選錯而只停在原地，或因為市場震盪而無法持續扣款，那你損失的就不是1%，而是整段複利。投資不是要你精準預測明年後年市場會走到哪裡，而是要你在未來10年、20年裡不斷讓自己留在市場裡。當你把焦點從挑對一檔移轉到保持投入時，投資會變得輕鬆許多，也會真正開始對你人生產生影響。你會發現投資成功的關鍵不是抓報酬，不是算模型，不是換來換去，而是很單純、很樸實的事情，一直買，一直存，一直走下去。只要你能做到這一點，你的財務路線就會自然而然地被時間推往對的方向。以上這3件事情最重要的關鍵，在於持續比選擇更重要。所以，如果你想透過這3個行動開始投資的話，請簡單留言，立刻行動。因為我接下來要分享，當你開始做這3件事，會有哪些你一定看得到的改變。如果你真的照着前面的3件事執行10年，不需要多聰明，也不需要抓準市場時機，你會在生活裡慢慢體會到3種非常具體也非常珍貴的改變。第一個改變是你不會再被 ETF 的細節綁架。你會發現 VOO、VTI、VT 的報酬差異根本沒有你想的那麼影響重大。你會開始從選哪一檔才是第一名的焦慮解放出來，轉而理解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投資當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用來考驗你的邏輯或分析能力的比賽。你不再需要每天追新聞，也不再需要看報酬比較或績效排名，因為你知道只要你持續投入，長期結果都會在你期望的方向上前進，而你要做的只是把時間拉長，把信心放穩。第二個改變是你會比身邊的人更早感受到累積的力量，不是暴富，也不是已經變很有錢，而是一種很明確的安全感開始穩穩的長出來。你可能還沒開始財富自由，但你會發現你的賬戶比以前厚實了，你面對生活的不確定性不會那麼慌張，你開始真正感覺到錢會替你工作，而不是永遠只靠你自己努力。那是一種很溫柔、很穩定、很踏實的力量。第3個改變是你會比那些最新挑標的、不停換檔的人更早擁有安全感。當他們還在糾結報酬率高1%、低1%，還在討論哪檔比較強，還在換來換去時，你其實已經默默走在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上。他們的資產可能會隨着情緒起伏，有時高，有時低，而你的資產則會穩穩的往上，一點一點累積。他們走的是刺激的路，但也是最容易打敗自己的路。你走的是穩定的路，但那也是最能走得最遠的路。10年後，差別會顯而易見。他們依然忙着找最好的標的，而你已經擁有一筆能讓你安心生活的資產。最後，你會理解一個更重要的事實：真正的差距不是 ETF， 而是你開始的時間與你願意堅持多久。你比別人早開始1年，不是差1年，是差整整一段複利能夠發揮的時間。你比別人多堅持5年，不只是多5年，而是讓你的本金、你的報酬、你的心態、你的安全感都跟着多成長5年的成果。你會發現，投資的本質不是叫最準的答案，而是讓時間替你工作。能夠持續的人，永遠比挑得準的人走得更遠。10年看似不短，但在未來某一天回頭時，你會發現
是你過去那個願意開始、願意堅持、願意相信長期的人，替今天的你鋪好的底氣，累積的安全感，也塑造了完全不一樣的人生軌跡。你真正贏的不是 ETF， 而是你自己。投資不是一場比誰選得準的比賽，而是一場比誰走得久的長跑。VOO、VTI、VT 的差異確實存在，但那只是影響你結果的一成。真正決定你能不能累積出資產的，是你能否持續投入，能否跨過情緒，能否讓投資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當你願意少想一點哪一檔比較好，多做一點如何讓自己走得更久，你的投資就會開始變得踏實，而不是焦慮。真正讓你變有錢的，不是你挑對 ETF， 而是你願意比別人更早開始，也願意比別人堅持更久。10年聽起來很長，但在未來的某一天，你回頭看時，你會發現是你每天每個月做的那些小小的堅持，讓你變得越來越穩，越來越有底氣，也讓你的人生開始往更好的方向走。最後能把你帶到終點的，不是 VOO， 不是 VTI， 不是 VT， 而是你自己累積起來的那份耐心與紀律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，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，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，讓更多人一起賺錢。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，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每個星期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，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。我是 AL，那我們下次見。